我们把这只小鸟啊，课前呢先给大家讲一下，好吧？你看这只小鸟，它的一个感觉是这样的啊，慢慢的画。嗯，来看一下啊。那么整个的头部啊这一块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卵形啊。按照老师之前总讲的这种套娃结构，那么这是一个卵形。那么到了背部啊，背部稍微要低一些，整个的背部啊。你首先不要看翅膀，你首先呢把背部这个画出来啊。它整个的身体呢，它是这样向下，然后是尾巴啊，然后是尾巴。那么整个的这个身体，它和腹部连一块呢，又是一个卵形，又是一个卵形，对吧？又是一个卵形。然后这边再分出背部啊，分出背部，分出腹部，到这儿分出尾巴，对吧？它整个是这样一种感觉。然后再来分出翅膀啊，翅膀这边的翅膀呢，看这边的翅膀，按照这种套娃结构啊，这有一圈，这有一圈啊，有几根呢又比较长，是吧？它是这样一个感觉。后面的翅膀啊，后面的翅膀打开，同样打开。那么打开的同时啊，整个这一块是前面的腹羽，腹羽完了啊，这有个初级飞羽，初级飞羽、二级飞羽，在这一块。那么三级飞羽啊，比较长啊。然后呢，再一圈一圈的啊，把这个羽毛分出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这边同样啊，再来分，是吧？再一层一层的给它分出来啊，一层一层的分出来，明白吧？它其实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然后呢，在该丝毛的地方啊，再丝毛啊，尾巴、腹羽，腹羽完了，这是尾羽，一圈，哎，一圈，是吧？它是这么一个动态，明白吧？哎，这样看过来你就不会觉得特别奇怪啊。没看到今晚的预告，我发到群里边了。今天我没有发抖音的这个预告，因为这个是同一张画，我就没发，是吧？你再该上色上色啊，该染色染色。然后爪子这儿啊，这个是腿羽啊，腿部藏在这儿，哎，然后是腿羽，对吧？然后是这个小指头，小指头，然后这边是这个爪子啊，这个爪子指头，它不这样站在上面了吗？哎，看到没有？看到吧？那么这是咱们这只小鸟啊，小鸟的它的一个画法，一个画法。晚上好啊，晚上好。谢谢菊妹，谢谢菊妹。看大家聊什么了啊？还有没有别的什么问题啊？啊，葫芦丝这看看啊，看看你那个账号，这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道啊。你下那个雪浪，下雪浪，我一会儿在雪浪群里，我看能不能看到你啊？我看看能不能看到你。它张开翅膀啊，这边是这么张开，那么这边呢，它张开，它是就像那天画老虎一样，它是一个正面正对着你啊，没有看不到后面这一块啊。你目前看到的这个翅膀，你只是看到的边缘这一块，没有看到这一块。
它相当于一张纸，明白吧？相当于这一张纸，它是完全展开的啊。如果是个平面，它是这样，但是它因为透视啊，它现在冲着你的感觉是这样的啊，有一点窝起来啊，这样的，所以你只看到了这一点点，只看到了这一点点，明白吧？所以你感觉可能会奇怪啊。假如说这只鸟啊，能不能改一下呢？可以改一下啊。假如说这只翅膀，我像这样啊，画老鹰那样啊，我能不能给它张开往上去，行不行？如果往上去的话，你就会感觉不会那么奇怪了，对吧？往上去，那它的一个内层它是这样的，就像那天画的小燕子一样啊，它翅膀张开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它奇怪，对吧？它如果这个翅膀是这样张开的，你可能就觉得好一些，哎，是吧？再与身体部分相接，啊，身体部分相接，后面的翅膀在后边。是，它如果是这样打开的，你可能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可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眼睛对吧？这是该是尾巴还是尾巴？啊，该腿呢还是腿啊？就是这么一个动态啊，就是这么一个动态。然后呢，它该抓爪子还是这样，对不对？这样你可能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稍微抬高一点啊，再高一点。是不是？所以要理解它的一个动态啊，要理解它的一个动态。好，那么时间到了啊，那么今天继续来完成这幅作品。那么今天呢，咱们剩下的内容啊，已经不多了啊，不多了。但是其实要细细收拾起来，还是需要时间的啊，还需要很多的时间。那么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芦苇杆给它补齐，补齐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小鸟啊给它加上啊，这个小鸟，把这个小鸟给加上，这小鸟特别漂亮啊。那么加这个杆，你如果把握不准，你可以拿铅笔轻轻的画一下啊，画一下，好吧？可以轻轻的画一个弧度。我怕因为到时候怕小鸟站不上去啊，有同学可能画着画着小鸟站不上去了，对吧？你到时候要先把这个杆啊画出来，留出小鸟的一个位置啊，要么你轻轻的先把小鸟画出来啊，要么现在你先别不画杆，先画鸟啊，大致把鸟的位置找好，画好之后再来加这个杆，根据鸟的位置来加这个杆，当然不要偏离太远啊，别像呼太高了，那么这个杆它得飞上去，你也别太坠下来了，那这个杆就得坠下来，对不对？你尽量还是保持在这一块的一个位置。画完之后，我们再来根据这个脚丫啊，它这个爪子所在的地方，我们再来加也行，明白吧？也可以。我怕大家把握不好啊，有的同学，如果能把握好，那就没关系啊。如果能把握好就没关系。好，那么这个小鸟呢，刚才呀，老师给大家分解了一下啊，分解了一下这个结构啊，结构的感觉，大概头一个卵形啊，身体部分呢又是一个卵形，然后加上一个长方形的尾巴，然后在背部把身体部分的卵形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分出一个背部来，把背部再一分为二，分出一个翅膀来啊，后面再添加一个翅膀啊，添加一个翅膀。那么这个鸟的这个形啊就出来了。买了1号链接，从电脑上你要是进入这个点击学浪 APP 啊，学浪 APP 的这个学生版，然后在电脑上是可以观看的啊，可以观看的。是7点开始啊，是7点开始。咱们现在是正式开始嘛。好，下面那么老师呢就先把这只小鸟画一下，你可以稍稍起个形，好吧？你稍稍如果拿不准，稍稍拿笔啊画一下啊，轻一点啊，轻一点，别画多了啊，轻一点，轻轻的画一下啊。然后呢，这个鸟大概就在从这儿开始，这么一个位置啊，我大致画一下，好吧？
画了，你就像老师这样啊，大致画一根线就行了，能看见吧？你看看，我这画了一根线啊，画一根线，轻轻的过来啊，然后我就可以开始画这只小鸟了啊。小鸟呢是在咱们这个纸上方1/3这个压线的地方，压线的地方。首先用一只小小的狼毫啊，小小的狼毫，要画嘴巴、眼睛啊。老师通常啊，像这种偏弓的这种小鸟呢，通常是从眼睛、嘴巴开始画起。好，调好墨汁啊，调好墨汁，我们看准一个位置，大概要把位置首先呢要找准啊，位置找不准呢比较麻烦了。这个鸟你不要太画的偏中间啊，不要和这个花垂直了。你看看左边的这个小图啊，不要与花垂直，应该往花的旁边来一点啊，花的旁边来一点。它有一点想要起飞啊，或者是刚着地的这种感觉啊，刚着地的感觉。那么这个高度啊，你比如说这个杆儿在这儿啊，杆儿在这儿，那么这个高度，嘴巴的高度你不要离了这个杆儿太高啊，否则啊到时候画太高了之后呢，这个小鸟啊，小杆它的爪子就不能着地了，对吧？别画大了啊，千万呢别画大了。小鸟要小巧，要精致啊，要小巧精致。那么我画的是嘴巴部分啊，现在画的是嘴巴的部分。再来画眼睛部分。眼睛在嘴角中线啊，中线上方一点点的地方啊，中线上方一点的地方。两笔两根线围成一个圆，两根线围成一个圆，好吧？那么这个你要注意，因为小鸟啊，它和我们一样啊，它是有上眼皮和下眼皮的啊，所以呢，就两笔给它围成一个圆啊，两笔给它围成一个圆就可以了。哎，然后眼珠子，注意留白啊，注意留白，眼珠子稍微留一个高光出来啊，稍稍留一点高光。上眼皮这个线呢，可以稍稍加粗一点点，加粗一点啊，加粗一点。好，嘴用虚线啊，稍稍给它画一下。好，那么下面啊，把这个笔啊刷干净。刷干净啊，我蘸一点这个叶子的颜色，因为它是一只绿色的鸟，对不对？哎，你浅一点啊，叶子的颜色浅的这种叶片的这个绿色啊，你用浅叶片的这个绿色，我们来概括出它的外形来啊，概括出它的外形来。那么它的头部呢？起笔的地方是在嘴巴这块，对吧？用虚线啊，用虚线啊，教大家是不是看不见呢？那我稍稍重一点啊，我稍稍重一点。大家画的时候不要太重，听到没有？你们只需要自己看见即可啊，你自己能看见啊就可以了，不需要画的太重啊。这个要最好是，如果能够有把握啊，你其实是不要画啊，画了会影响，会稍稍会有一些影响啊效果。
因为边缘的地方我们通常让它虚一些，所以啊，这种画轮廓是非常的影响画面效果的。那么你看一下老师怎么画这个脑袋啊，怎么画这个脑袋。那么脑袋啊这块，哎，这个羽毛往上去，对吧？往上去。那么整个的脑袋啊，下面呢，因为是白色啊，稍稍浅一点。啊，整个脑袋形成一个什么卵形啊？哎，是一个圆，看到没有？是一个卵形啊，小卵形。整个脑袋啊形成这样一个小卵形啊，然后刚才说了身体部分，那么这个背部它是这么下来啊，虚线用这种虚线啊这么下来，腹部小肚子啊小肚子稍微鼓出来一点。这不又成了一个卵形吗？哎，看看，这又是一个卵形，看到没有？把这个卵形啊再一分为二，把这个卵形我们再一分为二，平均分就可以啊，平均分都可以。那么这后面是背部，对吧？后面这个是它的一个背部啊，背部。那么从这儿下来的是一个尾巴啊，下来一个尾巴。腹羽，还有背部的腹羽，对吧？就沿着这个背部啊，它这么下来，其实就到了尾巴部分了。到了尾巴，那么中线啊，中线就是它的一个尾巴的中线啊。尾巴不可太长啊，不可太长，它与身体到这个角。到它的这个爪子这个地方啊，尾巴到爪子的地方与尾部的这一块啊，与上面的比例大致是1:1的一个长度，哎，这个长度啊大致是1:1即可，所以你不要画太长了，好吧？啊，我就稍微表示一下啊，不能细化了啊，要根据上面的情况再来细化。好，这真不好画。是吧？你首先得看啊，你看老师怎么讲，一个卵形接一个大卵形，尾巴沿着这个背部的这条线这么下来啊，那么尾巴的腹羽这边沿着这边啊背部翅膀的这边线下来，好，那么再把背部这一块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延长啊，延长，那么就是翅膀了嘛？这个延长之后不就是翅膀了吗？哎，这是刚才老师啊讲这个的时候是吧？这么一延长过来，它就是翅膀。那么一会儿啊，要给它勾的比较清晰。好，那么再来看这边的一个翅膀，上面的这个翅膀啊，上面的这个翅膀啊，在背部这一块。那么它其实是与哪相接？与腹部这一块啊，这块你比如做一个延长线上来，它就是到了这个翅膀啊，这个翅膀的部分，对吧？那么翅膀的高度不要超过这个脑袋啊，不要太高，不要太高，它在后面啊，平一点。几乎两根线啊，这两个翅膀的外轮廓啊，这根线呢几乎是一个平行关系，啊，几乎是一个平行关系就可以了。稍稍长一点点，稍稍长一点点即可啊。首先呢，先别画太长啊，先别太过分了。那么大致的这个动态是不是已经出来了？大致动态就已经有了，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啊？参考这个图啊，参考这个图，对吧？首先分出一个小脑袋，再分出一个身体部分，身体部分，
然后把这个椭圆这个卵形再分出背的部分来，1分为2，1比1，然后背部这块又1分为2，分出这个翅膀来，分出翅膀来。翅膀是一个长长的这么一个像柳叶的竹叶的这么整体像竹叶的这么个形状，对不对？那么这边翅膀它其实是整个是这么一个感觉，对吧？然后呢，这边是一个扇形，扇形是它的一个腹羽背部的腹羽。然后这边飞羽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大致就是这样，对吧？然后再来细细的，再来用颜色再来区分再来区分。讲清楚了吗？感觉蓝云老师在乱画，怎么会乱画呢？这个讲清楚没有啊？一个卵形，两个卵形1分为2，1分为2，一半是背，一半是翅膀然后这边你要知道这个透视原理就好办了知道这个透视原理其实就好了。这边的翅膀高度不要超过脑袋太高可以稍微超一点，不要超太多，明白吧？应该是讲的比较清楚了，我感觉问题不大讲的应该比较清楚。然后这个身体与后面翅膀的比例大致又是1比1又是1比1的一个感觉好，你看老师勾吧，你现在看老师勾，我现在要勾这个翅膀了那么我们说了，翅膀部分，咱看看这一圈这一圈，它还是能分出一层，对吧？这一圈，外面这一圈呢，我得稍微勾重一点我改用这个，你可以调这个淡墨加这个3绿的这么个颜色去勾，而不是说直接用这个墨色不是直接用墨色，因为它整体是一个偏绿的。当然了，黑色的羽毛部分是可以直接用墨色我稍微加重一点认真勾了要认真的勾了。看那么这个其实是确实是有一定难度有一定难度。先从里边2笔画出一片，对吧？然后呢，它会有这种叠加，会有这样的叠加，一层压着一层的这个感觉。好，这边呢就是这个剩下就是墨色的这种羽毛了。1笔1片2片，要直一些，要直一点。这边藏着一小片，对吧？一小片。那么上面这个它是这样的，一层压着一层，单线勾这边呢就单线勾。注意这种大小的变化以及虚实的这种变化，两头虚一些中间的部分呢实一些。那是这个翅膀，对吧？那么到了这个翅膀呢，
背部啊稍微这个稍微低了一点啊，再上来一点。那么同样这边有一圈啊，有一圈，啊，它是一圈，这是背部腹羽啊，背部的腹羽。那么这边有一圈小羽毛，然后这边有一圈这个什么飞羽，对吧？有一圈飞羽，大致是这样啊。然后剩下这圈飞羽在这儿，长短不一啊，长短不一。哎，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啊。大家先听啊，先看好吧，先看啊，先听先看。老师讲这个结构很重要。那么这边是腹羽啊，是腹羽啊，整个的腹就是这个腹啊，覆盖的覆，你们花腹老师的那个腹，明白吧？好，那么这边呢，它是这样的啊，就小笔单钩啊就可以了啊。两头啊，它短一些啊，两头啊比较短，这边比较虚，比较短，最长的就是这一块啊，这不就有了吗？对吧？好，同样这边从内圈开始，或者你从这边开始也行啊，从这边开始也行。一圈，那么前面压的比较紧实一些，到后面呢，中间部分啊，面积呢越来越大一点，越来越大一点。哎，出来了啊，然后再往那边去。那么同样这边呢，它是用墨色啊，用墨色，我用墨色钩吧，区分一下啊，墨也不要太重。好，到后面越来越窄啊，越来越窄。哎，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那么这边是压在下面啊，越来越窄嘛，虚一点，不加也行啊，不加也行。好，那么这是背部翅膀的这个感觉啊。好，那么到了尾羽，尾羽从中间开始，从中间这根开始啊，我这个稍稍画长了一点。
有点像小燕子的尾巴。中间的这个羽轴，哎，明白吧？明白这个意思吧？你看这个动态啊，它基本上呢就出来了啊，基本就出来了，看到没有？好，那么这一块啊，这块还没加上，这块呢颜色要淡一些，因为它是一个腹部呢是一个白色，尽量啊浅一点啊，浅一点的这个颜色，直线接起来。好，腹部就是这样，你看看整个鸟的动态是不是出来了？很清晰明了啊，很清晰明了，对吧？然后再把这个芦苇杆一加啊，把芦苇杆一加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先截一下这个图啊，先截一下这个图概括的图，截完之后呢，再来截这个图，好吧？这个鸟你可以截一下，先截一下这个图啊，我调一个赭石色，我们把芦苇杆给它加起来啊，加起来。啊，算了，先不加，直接画鸟啊，画完再加，现在加又湿了，湿了又不好画。这什么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鸟啊。去刷盘子，刷什么盘子呢？盘子要多准备一点啊！我这几十个盘子，我有。翠鸟不是翠鸟，翠鸟嘴巴很长啊。好，那么现在啊，咱们开始撕毛了啊，撕毛了。又到了撕毛环节啊。小狼毫啊，用这个小狼毫来撕即可啊。首先呢，可以用淡墨，可以用淡墨啊。首先用淡墨啊，调一下，然后把笔刮一刮，刮一刮啊。从头部开始干一点，毛笔啊干一点，像这个熟宣上批笔撕毛，如果太湿了啊，毛笔太湿了呢，你可能是撕不成啊。然后如果毛笔又比较大，那更撕不成。为什么？它不吸水，一下去是湿乎乎一片，就像拖地了啊，就像拖地的感觉了，像在地板上拖地的感觉了。淡墨啊，轻轻的撕一下。注意方向性啊，注意这个方向性。每一层稍微交错一点啊，稍稍交错一点，不要上面一层和下面一层呢都是一个平行的状态，那么不就是直接一笔到头，从头到尾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就没必要分层了嘛。这又是个技术活啊，对吧？你看这样撕出来，它是有方向性的，这个羽毛有方向性，那上面的朝上啊，下面的朝下。前面可以稍稍重一些啊，前面还有这个眼睛这块、脑门这一块啊，可以稍微重一点，再加几笔啊就可以了。背部也是稍微重一些啊，你看有方向性的，看到没有？哎，有方向。
那么丝毛分组是要往外啊，要往外，你不要往内。有的同学是打内圈。那天我点评作业，我看到有个同学画画，他丝毛他是这样打内圈，错了啊，要成为一个放射状啊，一组，那下面一组呢，在上面一组的中间，这是有羽毛的感觉，明白吧？看到没有？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不要打内圈。这个要注意，有案例图啊，我这个课是有案例图的，每节课都会发案例图啊。左边这个不就是案例图吗？好，把毛笔再调整一下啊，一定要打开，一定要打开，毛笔一定要打开，看到没有？打开。虚入虚出啊，虚入虚出，看到没有？轻就是轻一点，用笔要轻啊，轻柔一些。到底下了啊，到底下呢颜色呢比较淡，比较浅，那么就不要画的太密集啊，你这个轻轻的扫一下，哎，就不要太密集了。背部这一块可以重一些啊。两个结构，一个头，一个身体部分，所以呢这块重一点，这块虚一些啊，形成这种深浅虚实。好，那个这一块啊，我们再来看这一块。背部这个腹羽啊，它是比较长啊，它要把这个尾羽啊，尾部腹羽这一块稍稍覆盖一点，哎，你就是这样勾一下，是有这种覆盖的感觉了，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画这个尾部腹羽，看老师有分组的这种意识啊，以及上下错落的这种意识，所以这个很重要。很多同学没有这个意识，撕出来的毛啊，从头至尾一样长。稍微扎一扎啊，扎一扎，有这种深浅。好，那么这个腹部这一块啊，肚子这一块用更淡一点的颜色，更淡一点的这个墨色啊，不要太重。更淡一点的墨色啊，它要更轻柔，因为它的这个羽毛啊是小绒毛啊，是绒毛，毛茸茸的。别画满了，底下要留白啊，要留白。哎，你看啊，现在这个块丝毛是不是就有了啊？别撕炸毛了，千万别撕炸毛了。那么它这一块啊，翅膀这一块，它采用了这种单钩的方式。那么单钩的方式呢，更难一些啊，更难一些，通常出现在工笔画里边多一点。不单钩，咱们就先也采用这种丝毛的方式啊，披笔丝毛，分组，这等于是分组丝毛啊，分层分组，你看到没有？很轻，虚入虚出。这个丝毛技术啊，一定要掌握啊，要高级。同为丝毛，有的撕的不高级啊，虽然猛的一看感觉也挺好，但是不高级，经不起这个反复的推敲啊。
那么到了这个翅膀上，是以这个点呢为中心点，向整个这个是一种扩散啊，一种扩散。打开，像这样打开。打开啊，以它为中心点，前面再重一点啊，这个翅尖的地方也可以稍微再重一点点，稍微再重一点，那不就有了吗？对吧？不就有了？看到没有？这只小鸟啊，非常的精细，很精细啊。下面呢，开始施色啊，施色。首先以淡墨，还是这个墨色啊，用这个墨色，我们把翅膀深的地方呢，给它画出来。深的地方画出来啊，你比如说翅膀的这些地方，那么画的时候每一个地方啊，都需要啊留白啊，就留有空间。你看这个水头大一些啊，不要太干啊，不要用特别干的这个墨色，墨色不要重，不要重。老师这个墨色不重的啊，我这个墨色不重，到时候一染色更会显得不重了啊。现在呢是没有染色，一个没有染色，另外一个没有干。点一下啊，点一下，像这样的。那么到这边呢，就更虚一些啊，更虚一些，蘸一蘸啊，稍微让它更虚一点。哎，留出一点这个水线出来，看到没有？要留出水线来啊！所以呢，毛笔啊小一点啊。如果实在没有留出来也没事儿，到后期我们再给它增加一下啊，稍微勾一勾。头上虚啊，底下呢实，是吧？这边虚啊，这边虚，这边实，它就有了羽毛插在那个身上的这种感觉，是长上去的。流水线难是不够细心啊，细心一点，一个毛笔小一点，再一个呢稍微细心一些啊。它其实就像写字一样，看老师啊，首先是笔尖压下去啊，从这儿沿着这个线复勾，然后慢慢把笔压下来，压到一定程度啊，你就保持住就可以了，保持住就可以了，还不能留太大，明白吧？留大了也不行。你看这只鸟啊，它是工笔的鸟啊，其实。
好，它是从这边啊，其实更重一些，可以附加一遍。下面的这层羽毛颜色更重一些。哎呀，这就是一只工笔的鸟，明白吧？这是一张工笔的鸟啊。正常呢，我们是要拓稿啊，要进行一些拓稿。老师为了省事儿啊，就没有拓稿，直接画了。如果大家实在没有把握啊，要拓稿啊，这个不丢人啊。那么这个是难度是比较大的啊，没个十几年的功力啊，十几年功力都不一定能做到啊。像这样的直接画。好，这边哎，同样啊。好，注意虚实啊，有些地方虚一点啊，甚至不画它了就。然后到这边呢，再稍微加一点。虚虚实实的啊。后悔画这张案例图了，都是一刚一看都喜欢的都不得了吗？那之前往群里一发，大家都喜欢的不得了啊，这张图画着画着就都不行了，是吧？所以每次这个案例图都是这样啊，刚发群里边，哎呦那就炸锅了，哎呦喜欢的不得了。上一次课都蔫了，蔫一半。把这个水线留好就可以啊。到后面呢又是比较重的啊，就是蔫了那种是吧？我稍微加重一点啊。有的稍微合并一下啊，勾多了。主要是水线确实要留它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实在留不好是没有关系的，后期我们可以用白色再来复画啊，再来复勾一遍，都是有补救措施的啊。
好，可以了，可以了啊。再来把翅膀，把尾巴，同样的道理啊，同样的道理。看一笔中间，摁下去有提按关系啊，同样是有提按的。那么你按下去了之后呢，提起来，你可以其实一笔就能够做到流出水线，对吧？那么这一笔沿着这个线沿着这个线起笔的时候细一点，虚一点，行笔的过程当中加粗啊，不断的按下去加粗，到这儿收笔，这不就有了吗？好，这根也是啊，笔尖下去切下去，然后呢匀速啊，保持均匀，因为面积比较窄，别抖。这边保持均匀啊，沿着这个线。不是出来了吗？是不是？难吗？不难啊。怎么样？用时还是比较久的啊。再用淡一点的墨色，我们把嘴巴呀稍微给它染一下啊，把嘴巴染一下。那么染这个嘴巴啊，同样按照老师之前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首先第一笔呢，沿着上边这根线啊染一笔，第二笔沿着中线，对吧？第三笔啊，这个轮廓的地方啊，稍稍染一下。上方留一点啊，留一点亮光，留一点亮光。底下这个沿着下面这根线啊，淡淡的染一染，不要染实了啊，别染实了。好，染完了，用我们的画叶子的这个绿色开始染色了啊，开始染色。那么这个染色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直接这么去染它啊，还有一个呢，你也可以披笔丝毛那样去画啊，也可以披笔丝毛选择。比如说我用的是这个，之前画这个浅色叶子的，画这个花骨朵的这个颜色啊，比较接近，就是三绿偏三绿多一点的这个颜色。画不出来的同学啊，可以不要直接画，你就踏一下稿子啊，因为这个直接画难度很大啊，直接画难度比较大啊，稍稍加一点土黄，那么这个绿当中啊偏点黄啊，再整一点这个花白绿，那么老师用的是这个花白绿啊，花白绿。好了，沿着头部啊，尖儿的地方开始啊。什么意思啊？孟课老师抱他儿子过来上课。我没有啊，我儿子在哭呢，正闹着呢，摔了应该是。笔触小一点。我们先染一遍啊，先染一遍看一看。毛笔啊，可以稍稍干一点，还是保持这种看压扁的一种状态啊，压扁的一种状态。哎，披笔丝毛，看看。那么老师又开始披笔丝毛了啊。披笔丝毛来代替这个染色啊。一开始呢，就用这种方式来代替染色。
那么有了底下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丝毛之后啊，有了这个丝毛之后，我用的是吉祥的颜料，对，我的这个购物车里也有啊，购物车里有，上了链接了，记住了这一回啊，上一节课没上。好，背部同样是这样的啊，它这个背部呢墨色比较重一些画的，那么咱们就先是这样，回头再加，到了底下留一点空白啊，留一点空白，不要染满了，稍稍带一点，底下的颜色不一样，啊。翅膀部分，我教给大家的都是比较比较细致啊，比较正统的这种，就是能够让你画的接近原作的这种方法啊，教给大家的。所以它的程序步骤上啊会比较复杂一点。我并没有简化它，我教给大家的时候，我并没有简化这个步骤，明白吧？所以你感觉可能会难一些啊。如果我要简化它，它效果可能达不到这么细腻啊，达不到这么细腻。但是呢，你看着也还不错啊，也可能看着不错。来看看背部这块啊，要给它用颜色要给它留出来。是吧？留出来好。那么翅膀部分呢，它其实就是染啊，就是染。那么注意了，你的墨色呀，你的之前的这个墨色是素墨吗？啊，是不是素墨？有的同学是素墨，就是隔夜的墨。隔夜的墨你这么去染，它容易跑墨啊，很容易跑墨，你得注意了啊，必须得用新墨啊，同学们。你如果之前那个墨隔夜了，那就麻烦了啊。它有可能脱胶了，脱胶了呢，它一画呀，全跑了，到时候就脏了啊。染一半，虚虚实实的，上面留着啊，留着回头用淡淡的赭石去染它啊。这边也是啊，染的随意一些啊，不用染的特别的均匀，染的随意一点。下方的地方，中间这块都留出来了，看到没有？都留出来了啊。这染的轻松一点，到这边也是啊，轻松的，轻轻松松的这么染一下就可以了。它是有一个色彩的渐变啊，有一个色彩的渐变感在那儿啊，有个渐变的感觉。那么尾部也是，染一半留一半。哎，染一半留一半，好。这个腹羽啊，染一半留一半啊，腹羽也是啊，上面呢披笔丝毛的方式。好，下面留着哈，留着不画，继续吧。那么用这个赭石啊，它不用了赭石吗？淡淡的赭石，淡淡的赭石啊，
然后加一点土黄，就是咱们画这个叶片的这个颜色啊，画这个芦苇叶片的颜色，加一点土黄，再加水，一定要淡啊，千万别重了，看很寡淡的这么个黄啊，寡寡淡淡的这么个黄色。脖子部分呢可以染一染啊，脖子部分可以染一染，稍稍染一染。背部啊染一染。好，这边翅膀部分，哎，染一染。这边也是啊，翅膀部分呢，照染一下，大胆的照染啊，像老师这样的大面积的涂上。哎，大面积。这边尾巴也是，不要激色啊，千万别激色，你该吸走的啊，用清水笔一支干笔啊，可以稍稍把多余的吸走。好，不够，再来一遍。淡淡的这种感觉啊。好了，我们把腹部啊继续呢用这个赭石色啊再调一点赭石。这个是比较难的啊，今天这张这个小鸟呢，难度是这张画里边最大的。皮比丝毛。干一点没事啊，干一点没事。分组。边缘的地方啊，虚一点，就是少撕一点。好，腹部重的地方再来一遍啊，这一块呢再来一遍啊。有点连丝带染的意思了。哎，重一点，再来一遍，对吧？翅膀这个地方啊，看它比较颜色比较深一些，再用这个赭石色。这个赭石呢比较重一些啊，来强调一下。这个黑色、深色、墨色的翅膀部分呢，全部强调一下。比较红一点的赭石啊，就好看啊。这边也是。是吧？现在漂亮了啊！回头把墨该加重了再加重一点啊，墨色啊再加重了该加重再加重一点。你要跟呢，肯定是很难跟上来啊，想跟着老师的这个速度啊，那很难啊，是非常有难度的。最好先别跟，先看一下。这个里边技术含量是比较高的啊，就是对于你的这种熟练程度啊，以及技法的这种运用的能力。要求有一些高啊，如果想这么跟下来是很难啊。你可以说是体染呢，你可以称它为体染是没有问题啊。不是抖音不能看吗？这位同学，
是你下午跟我联系的吧？说香港不能，香港号下不了这个是不是？好，我现在用这个比较绿一点的这个绿啊，这个花白绿，我要把重的地方、把亮的地方再加一加颜色，比如说翅膀的部分再绿一些。同样是披笔丝毛的感觉啊，披笔丝毛的这种感觉。啊，同样披笔丝毛，这边啊，笼统的染一下，边缘处啊，笼统的染一下。染呢有什么作用呢？它不是虚过去了吗？灰蒙蒙的感觉是吧？它的背面嘛，背部啊。头部，好，背部呢，稍稍用淡墨啊，用这个调一点点淡墨啊，笔尖里有一点绿没关系啊，刚才染了用了绿啊，没关系，我还是用这支笔，你看到没有啊？有一点绿没事儿，调淡墨，调一个这种墨绿色啊，相当于接近于墨绿的这个感觉啊。轻轻的，看老师用笔啊，连丝带染啊，连丝带染，笔呢还比较大啊，这回没有换小号的。到下面呢，可以用清水笔接一下啊，往下面呢接一接，不要太重。稍微接一下啊。好，肚子部分继续用这个赭石再调一点重一点的赭石啊，稍微再给它染一下。轻轻的染一染。
轻轻的来一来。好，下面啊来白色，白色一醒啊，这个就特别好了啊，就是难度大，对吧？这个回放啊，必须得看啊，回放必须得看。你不看这个回放啊，想要通过一遍啊，通过看我画一遍，掌握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那等于是浪费时间，对吧？那就干脆别看，因为看了是记不住啊，其实就是浪费时间了，对不对？你总想学那种啊，看一遍就会的东西啊，那其实一个是它本身很简单，调白色啊，白色呢稍稍可以，这一次啊不是像画花似的，稍微可以浓一点点，稍微浓一点点。从这儿开始，从脖子、从嘴巴这儿开始啊，小笔触，小笔触啊。给表演一个单笔丝毛。看这种是单笔丝毛，同样要分组分层。看到没有？其实如果是有一个淡淡的底色会更好一些啊。这是单笔丝毛，看到吗？技法又不一样了啊。那么单笔丝毛的要点，老师也给大家讲过啊，在咱们的那个学习资料库里边，老师很清楚的给大家讲了啊。我不知道同学们看没看？交叉啊，第二遍呢要注意啊，交叉要有留白，要能看出这种毛发的质感来啊。这个一加之后，你马上这个就高级起来了啊！你看看这块，马上就高级起来了。这个就不用加底色了，已经不用加底色了，已经不露痕迹了啊。好，腹部，那么边缘部分浅浅的呢，浅浅的啊，来一点。这个勾的有点重啊，当时，所以其实是不应该勾的啊。工笔啊，虽然是勾线，但是它的画鸟啊，它这个比较高的一个境界呢，就是还是把这些线能够隐去的部分呢要隐去。比如像腹部这样的，它其实是不需要线，有的线呢就不生动了，就会死板。这么一加呀，马上就好起来了，对吧？马上就好起来了啊！学会了吗？看看这个层次感，然后再放大一点呢，把这一块放大一点，非常精彩的地方啊，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是吧？这种交错啊，分组交错的这个感觉。颜色啊，还可以再加重啊，再加重一点更好看啊。一看就会，一画就废。再把这个翅膀重色的地方啊，墨色重色的地方，那么笔尖还是用回这只小号的啊，小狼毫，来点重墨，醒一醒，
提一提。再来一遍啊！你别一下太这个墨色也别太死了啊，有的加特别重的这个墨色，就特别浓的这个墨色啊，就特别死板。那么其实是就是还是之前这个墨色啊，我再稍微加一遍，那么它是有2遍的叠加，它肯定会好一些，稳稳当当的。哎，第2遍这个面积不需要特别的大啊，可以比第1遍的这个面积啊小一些。可以比它小一点没关系啊。那么这个墨一定要润啊，一定要润。看到吧？看这个翅膀的感觉啊，马上有精神了，对不对？马上有精神了啊！包括这些线呢，有些线啊可以复勾一下。勾的话会有一定的难度啊，没把握也可以不勾啊，没有把握呢也可以先放一放不勾。好，再来到那边翅膀，那么这个小的地方也可以小面积的点一下啊，小面积的点一下啊。再来看这边啊，该勾的该复勾的复勾，也是这个深色部分。上面还是要虚一点，主要是翅膀的这一块啊，带颜色的部分啊。哎，是不是就醒目了啊？马上就醒目了啊！回头再把这个，回头再把颜色的部分、三绿的部分、绿色的部分再加一下。哎，是不是啊？
漂亮了吧？是不是漂亮了啊？这鸟难在起形构线。所以说啊，大家如果是实在是不行啊，就拓稿，这个确实很难啊。你想像老师这样徒手画呀，那太难了。那没个10来年功夫，有10来年功夫都不一定能画了啊。那我以前好多这个同学，有一些我本科的啊，还有一些我的师弟们啊，偶尔画一画国画。现在主要他们搞这种，有的同学呢在搞这个艺考啊，就是高考这一块，所以呢平时他们都是画素描，画什么画水彩，那么造型能力是非常强的啊。但是现在我看他有时候发的一些作品，想画国画，想徒手画好这个，画的就有的甚至现在画的啊没有咱们这个学廊群里的同学画的好啊，毫不夸张。就是说这个意思啊，不光是你的造型能力，还有你的这种毛笔的熟悉的这种熟悉感啊，熟悉能力。我拿毛笔的时间比我拿筷子的时间多了，明白吧？就我对毛笔的熟悉程度，比拿勺啊、拿碗呢、拿筷的熟悉程度还要熟悉。它就像我的第6根手指头一样啊，这种感觉，知道吧？这个毛笔在我的手上就像我的手指头一样。那你想想，如果是你用手指头这样比划，你肯定就是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你拿一个棍儿、拿个牙签画，你肯定不行，对不对？所以就是咱们啊，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你的一种熟练程度，好不好？啊，右手没必要就把第6根手指头给你游过去。眼睛啊，用这个淡淡的，用这个赭石啊，稍微重一点的赭石啊，深一些的，都不要留高光了啊，直接给它糊上。这眼黑那块有个高光，那么这个眼神就比较亮啊，现在比较亮。还可以用这个颜色啊，再把嘴巴再来复染一遍。再加一遍啊！我这是小狼毫，这是一只小狼毫。好，那么把这个地方啊，这一块也要再加清晰一些啊，这一块呢不够清晰，这块的墨色，它有一些灰啊，不能让它太灰了啊，这一边。你的这个墨色可以稍微比下面呢要淡一些，所以呢，你可以加点水啊。这个卡纸呢，它画出来它容易就产生这种灰蒙蒙的效果啊，因为还毕竟是厚度在那儿。如果是宣纸的话，效果可能就会更好一些，它通透一些画出来。稍微加几片啊，加几片。有的墨线啊，稍微醒一醒啊，醒一段就可以了啊。有的呢，不需要从头到尾那么去描一遍，因为前面要虚一些啊，前面要虚一点。好，继续啊。那么这个翅膀啊，其实你要想给它画的再完美一点啊，它其实啊还有步骤啊，还有步骤。咱们是节约时间呢，还是往完美的画啊？比如它翅膀，它上面有一些
这种羽毛的感觉，它是这样的啊，一种分叉的感觉，是不是有分叉的感啦？注意，那么这个线要平行啊，要平行，要直，千万别哆嗦，是吧？它就有了。包括尾巴部分，是吧？就有了啊。有些线可以稍微重一点点啊。你说这个哈，像这样的小鸟这种画法，那我觉得啊，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直播的很少，很容易翻车，对吧？很容易造成这种大型的车祸现场。一直没了解宋徽宗的花鸟画有啥好，现在了解了，对吧？是没有碰到一位好老师跟你讲这些。那么把这个绿啊再加一加。为什么老是三番两次的这么加呢？不要一遍加呢，一遍加了容易特别闷啊。你如果加重了，特别闷，它不通透。哎，毛笔劈开。像这种有底色的纸啊，有这种一点这个仿古的纸呢，其实我们的颜色啊，如果是偏实色啊，就是偏重彩的这种感觉啊，比如三绿啊、三青啊这样的颜色，你用上去，那么在这个仿古的底色底下会显得特别的高级、很漂亮、很富贵的这种感觉。如果是白纸的话啊，这个颜色呢就稍微要降低一下这个纯度啊，否则呢就会非常的刺眼啊。轻一点，看轻轻的啊，像丝毛似的啊。这个用笔非常关键，用笔很关键。哎，像这样的啊，单勾啊，把这个绿色单独加，就不要再照了，再照了这个黑色又浅了啊，黑色呢它就回头又浅了。包括这边啊，这边也是。
加。好，快了啊！这只鸟呢？这个鸟啊是工笔啊，这只鸟呢是工笔的画法啊。再把这个腹部的地方啊，这块啊，我用红色啊，稍稍整点红吧。哎，或者还是用赭石啊，稍微重一点的。这一次啊，用稍微纯一些的赭石，比较纯的赭石啊，只加重这一部分啊，或者你染也可以啊，或者染也是可以的。哎，只加重这一部分，边缘的地方可以稍稍加一加。你看这些地方啊，稍微带一带啊，就有了这种毛发呀比较长遮过去的这种感觉，对吧？然后呢，上面还有一些红色的、深色的这种点，这种斑点呢。稍微加一加。这边啊，这边呢用这个比较红的颜色啊，再染一下。黑色的翅膀部分，红色的赭石啊，偏红一点的赭石。那么现在这个颜色是非常丰富了啊，非常丰富了。这边也是黑色的部分啊。哎，非常的五彩斑斓的感觉啊。好，很完美了啊！现在呢就很完美了啊！现在就很完美了。我们现在看一看啊，很完美了。这个高度啊，差不多正好啊。我这个一会儿把这个加上，是吧？就很完美的一只小鸟。那么这一段，那大家买过课的同学回去呢，反复的看一看，反复的学习一下。你先不着急动手，你先把整个过程啊，你哪怕可以快进的看一下啊，可以快进的看一下，把整个过程先看一遍，了解啊，大概每一个部分用到了什么技法啊，有的单笔丝毛啊，披笔丝毛啊，或者是染色的一些程序步骤，首先把这一些啊掌握好了。做到第一遍先看一看，做到心中有数，哎，然后你再一边画一边放着这个回放啊，再偶尔抬头看一看，对吧？这样就能画好啊！你别指望一遍画好，不可能啊！我这个课你要一遍能学会，那是不值钱了，对不对？那真是没有买这个回放的必要，我不会要求你们买啊。好，再调一点这个赭石。这个课绝对是值得你反复观看的啊！你看1年都可以啊，加点藤黄啊，加点这个土黄，都是值得的。有的东西啊，知识的东西啊，它是常看常新啊，你常看
比如有一本好书啊，你读过好几遍了，每一次读感受都不一样啊。常常翻一翻啊，没事翻一翻，每次翻的时候都有新的收获，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有些呢，你现在可能体会不到啊，有些人比如过几个月之后，哎，突然体会到了啊，老师说的这种一些个方法也好啊，或者说的一个什么知识点也好，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这是因为我学习也会有这种感受啊，有时候老师讲一句话，领悟好几年，好几年之后啊，有一天猛然耳边哎想起老师说的某一句话，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这种感觉啊。好，把这个小芦苇杆给它加上啊，装一点白进去，装一点白进去。原话，我一般呢，你像我正常的这种临摹的话，我一般正常的还原度啊还是比较高的啊，基本上能80%以上吧。装一点白进去，它的颜色呢就不会太红啊，它就与底色你看又接近了，对不对？与这个颜色又接近了，否则呢，颜色上有差别啊，有出入啊，前后。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边。那么这个爪子啊，你看看这个爪子，它是不要画垂下来了啊，或者垂下来了，这个爪子也只能垂下来了。它是有一点趴着的感觉，所以这个芦苇这一块它是比较高的啊，稍稍有一定的高度啊，要注意到有一定的高度，并且这个在腹部啊这边羽毛给压住了，我往这边稍微画出来一点，为什么呢？我想把这个线呢挡一挡，因为之前为了教大家起形啊，我这边这个线呢用的有点重了啊，怕大家看不见，所以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我稍稍加了一下。好，那么这边有一片这个叶子啊，有一片叶子飘下来。注意叶子的这种啊，要转的时候，令方物圆啊，令方物圆。同样啊，点一点这个白色进来啊，否则呢有点红。哎，好，干了之后，小爪一夹哈就好了，小爪一夹就好了。那么把上面这一块，这边还有一片这个芦苇叶啊，也给它加上，正面首先呢，可以笔尖蹭一点点墨啊，重一点。那么它这个芦苇叶基本上都是一个姿态啊，一个姿态。
它到下面它是有一点偏绿啊，有一点点加了一点3绿进来啊，你可以这时调一点绿啊，这时调一点绿，区分一下前后的这个杆的区别。往上面呢，也可以蹭一点啊，可以蹭一点，撞一点进去，撞一点进去啊，它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感觉出来了。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往下进行啊，把整体啊给它丰富起来。小鸟呢，暂时先放一放，最后呢再来添个爪，最后再添个爪，好吧？喝口小水啊。电脑上是可以看直播的，电脑上当然可以看直播了。好，继续往下啊，继续往下进行，给它丰富起来。那么下面呢，现在是剩了，有一只花骨朵啊，有2只花骨朵，还有这个蓝色的花还没画，对吧？蓝色的花还没画，完了这还有个小石头啊，还有个小石头，内容不少啊，内容还不少呢。哎，继续吧。小花骨朵，这就是一个月季啊，带刺还啊。那在这儿啊，这个2个小花骨朵在这儿，同样先用这个绿色啊，3绿的这个颜色啊，花白绿的这个颜色啊，把这个花骨朵的花托给它画出来啊。对，只上了1个课啊，目前只有这1个课啊。小黄车加这个卡纸，我这个没有链接啊，没找着链接。这个还原度95%以上，95以上有点太高了啊，咱也不敢太过于吹嘘，80吧，保守，85吧，保守估计啊，还原度在85%左右，85以上啊。本来想带大家还画一些大型的这种墨骨啊，把工笔改墨骨的这种画，就画完之后啊，到时候可以提前发给大家稿子。这画完之后能够挂在家里边了啊，能够，如果你这个练习的差不多了，你可以跟画，画完之后呢，就那种可以马上就可以展示给别人看的这种，挂在家里边比较好。绝对能够卖钱啊！那些有些同学参加什么社团，绝对让你超过他们。但是呢，就是特别的大型啊，比较会费时间一些啊，可能得5、6节课画一张这样的，没上啊。以后可以录一个课啊，录一个像这样的，录一幅作品的这样的啊，录个5、6节课。想学的同学呢，就单拍这个小课包，等我有时间了整一下。好啊，这个小花托上面要加一点点红色。稍微加一点红。
好，那么这边还有一个啊，这边还有一个，画完有一种大大的挫败感，很正常啊，多挫败几次就好了。确实难度很大呀，这个特别尤其是小鸟啊，小鸟难度比较大。你要说其他的这个花什么的啊，难度还行，不是特别的复杂，跟前面的画的这个蘑菇比起来啊，甚至要简单一些啊，跟菊莲的那个小菊花呀、牡丹呐比起来，甚至要简单一些。但是它的这个因为是这种工笔小鸟的缘故，所以可能画起来你感觉比较难。别跟画，跟画你想画的跟老师是这样的，那怎么可能呢？那我这么多年白混了啊！不说了吗？这种很多画了专业的选手，他也不一定能徒手能够画的这么准。我是因为画小鸟确实画的很多啊，我画了过的小鸟得上千只啊，像这种工笔画的小鸟，所以最后达到了啊，有时候默画也能画出来，默画啊，自己就编一个造型啊，自己编一个动态也能编啊，只要我了解这只结构，鸟的结构，就到这种程度。不是说只能是临摹啊，最后呢就是画通了啊，就是把这个原理掌握了，就是原理嘛，就是画小鸟，就是老师给大家一开头讲的这个什么套娃结构啊，套娃的这种感觉，明白吧？怎么啦？又不看弹幕，我又错过啥了？我瞅一眼呢。管理你能老师提加上这个卡纸啊，哎呀，这卡纸是这样的啊，卡纸是这样的，不是我不给他加，我是一开始我就想给大家加，因为我不是从这个商城里买的，我是从其他的平台买的嘛，某宝，明白吧？然后我就问他，这个有没有？人家就都不屑啊，都不带货，都不愿意。他说没有，我说我说需不需要帮忙带货呀？我说这个卡纸我觉得还不错，挺好用的啊，还不需要，明白吧？不是我不上。不是我不给大家带，所以这个都感觉快把我逼的要开文具店了。加点小刺啊，这种刺呢可以用这个红色啊去勾勒一下，用红色去勾勒一下。画成大了往家里展示一下啊，等我回头有空了录几节这种大课啊，大幅的能挂家的。好，那么这边的叶子啊，这边还有一片繁叶。
调点三绿啊，这是花白绿。你可以用那个纸啊，用纸也是可以的。我那个2号链接是不是还是这个纸啊？就是我有时候之前的课啊，我都是用这个纸画的啊。这个纸呢，它会比这个卡纸画出来效果其实更好一点，但是就是需要把板子裱在板子上啊，让它比较平。如果不平的话，你画的话，你可能控制不太好啊，控制不是特别好。当然呢，不裱也是可以画的啊，不裱也是可以画。我以前画画我都不裱，我最早画墨谷我从来不裱板子，麻烦，裱它干嘛呀？后期有一次就跟别人学啊，学的裱板子。人家画墨谷裱板上画得出来特别平整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画完之后一裁下来就像裱过一样，这效果就比我不裱的那种要好。后来我就开始我也裱板子了，慢慢的就习惯了。3分画7分裱嘛，所以呢，它裱在板上了，它就感觉特别平整。因为这个熟宣纸上，它一碰水，水一积色啊，它就鼓起来了，凹凸不平的。所以裱一下呢，它反而效果还不错。好，下面来把这个石头，给它画一画。那么这个小石头呢，我们还是采用这种小墨谷的方式吧，小墨谷的方式吧。还是继续采用这种小墨谷的方式啊。只能用熟宣，对啊，就是熟宣啊。蓝色花现在不画，先把石头画完之后，根据它是在石头后面的嘛，所以先画石头啊。我们画画一定是按照，你发现没有，是按照这个前后顺序来画的，谁在前面先画谁，对吧？这朵花在整幅作品的最前面啊，就是它，先画它，然后以此慢慢的推出这种前后层次，对吧？这样画就是一个正确的这种方式。好，画石头啊，石头呢，我同样采用这种撞色的方法啊，直接。那么石头这个颜色不要基色，它是在后面比较虚的，一基色之后它就会变实，明白吧？它就是跑前面来了，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淡淡的这个赭石啊，刚才画芦苇的这种淡淡赭石，甚至比这个芦苇叶子这个颜色还要浅的这种赭石。再调一点，多调一点，调一点土黄啊！这个赭石里加点土黄进来，然后加水，差不多，可以了。加水，加一点点淡淡的墨啊。那么上面呢，就是这个3绿的颜色，其实先用颜色这么把它铺出来，干了之后呢，稍微皴擦一下。好，我们整个就是上面是一个3绿的颜色啊，再调这个3绿，加水啊，颜色呢要浅，差不多。好，从这个缝里边把这个石头的形状给它画出来。那么这个比较简单啊，它是一个三角形。你甚至覆盖住了这些叶片也没关系，因为它是个绿色嘛。颜色比较浅，看到没有？别画重了啊，同学们。好多同学一画就画重了。
把这个空啊全部填上，把这些空啊就用这个淡淡的3绿色啊都给它填上，用淡淡的3绿色全部给它铺上。尽量不要挨到其他的东西啊，不要碰到其他的东西，其他的叶片呐、等等啊这些，首先呢，先尽量不要碰到，能不碰触啊，先不碰触。跟其他老师合作一下呀。我跟他们不在一个地方啊，他们好像都在济南，没法合作。好，先把这些都涂上啊，小心一点。那么看啊，老师这个还没干，看到没有？老师用的这水头比较大，每次我都强调水头一定要大，水头一定要大。很多同学就是不听话啊，就是画的特别干啊，水头一定要大，不要让它干了啊。甚至啊，现在我害怕往下画的过程当中前面干了，我现在呢继续再点一些进去啊，继续我再点一些，不让它干，明白吧？不能让它干啊。一定水头要大一些，这种墨骨画水头太干了，它就特别没有灵气，你知道吧？就跟咱们人一样啊，跟咱们人一样，这个水啊，万物之源嘛。经常这个人咱皮肤还得补水，对不对？那么这种花啊，这种东西啊，特别是像这种墨骨画，它一定是要水头要大一些，它才比较温润，画出来比较润啊。你干巴巴的画出来，多难看！都上抖音第40几名了，我的妈呀，这么猛吗？他卖啥了呀？追求老师，去一趟，我不去凑那个热闹了啊。其实我们因为之前我一直又不在济南，所以呢，我们总共也就没见过几次面，我跟那些老师不是特别的熟悉。跟文浩老师见的还，文强老师、文浩老师他们见的多一些啊，其他老师我好像多一些也就见过2、3面，其他老师呢甚至都有的见面我都不认识。湿润一点，湿润一点，好吧。卖课还有卖纸，卖疯了，这么精彩呢！恭喜他们啊！咱们就做自己就好了。说挣钱不是唯一目的啊，挣钱不是唯一目的。我带货我都不想带，你别说卖别的，卖其他东西了。好了，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下面就是用赭石了，淡淡的赭石。
好，有的往上啊稍微撞进去一点赭石色啊，撞进去一点赭石。那么这个一加之后啊，里边这些空隙啊就被堵住了，看到没有？堵住之后，它就显得怎么样？丰富一些，丰富一些。不然都露着这个空白，对吧？那就不太丰富，不饱满。现在呢，就感觉饱满起来了啊，感觉饱满起来了。边缘处啊，可以稍稍笔尖蹭一点淡墨啊，哎，蹭一点儿。忍不住啊，手痒，就想撞它一下。哎，淡淡的啊，别重了。就像那会儿画那个居联那一张，画那个石头一样，墨谷的石头一样，淡淡的啊，特别浅、特别浅的来一点。哎，这个边缘也是，都等不及了啊，都不能等它干了。直接先上来，先撞一些颜色，啊，等它干了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些皴擦啊，皴擦。上面石头也是啊，为什么让你给它留住啊？不要太干，就是这个目的啊，就是这个目的。挂小黄车啊，回头再说吧。攒一攒啊，等我攒一攒。哎，撞色啊，撞色，看到没有？你看我这没有干，看到吧？有的同学估计都已经干了，肯定有啊，肯定有已经干的，不用说。像这样的撞一点进去啊，小心一点，小心谨慎的。干了之后该皴，该擦。包括这个些里边啊，这个里边，这好像都已经有一点干了啊。我再加一遍，我感觉干了。哎，淡墨撞上去，把这边的叶子衬托一下。那么我经常讲，石色需要用墨色来衬，所以这个石头里这个叶片啊，这个比较绿的叶片里边呢，我们通常是用一点这个墨色进去，给它衬一衬，它会特别的亮啊，显得这个叶子更亮一些。整点了吗？好，刚一抬头，你看看，抬头的正好啊。刮噪是吧？那你听我的正好，我不刮噪啊，我可以从头到尾一句话不讲也行，也不行啊。我一讲课我就收不住。我今天点评作业又忘开麦了，又白点了，还好这个作业量不大。但是也耽误了我1个小时。你看，找一找啊，点一点墨，点一点，找一找这个感觉啊，把这个墨谷的感觉找一找。往这边加一点墨色，多好！你看看，画墨谷多好呀！画出来精致又美丽。
既提高了技术啊，自己又得到一幅完美的作品。好了，那么这个小石头一加，哎，这一块呢就显得特别饱满啊，特别饱满。那么在它干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呢就可以画这边的小兰花啊，这个小兰花，给它画一画。这样每个人都能交作业啊。前期呢多交点可以啊，后期呢尽量挑好的交，好吧？挑满意的交啊，因为有的同学他交作业一次性唰交好几张，他不是说按跟课一课一张啊，他是都集中在一块儿，哗一下交好多上来。点评作业呀，我这都天天点评作业，花不少时间呢。等它稍稍干一点啊，怕蹭到。那么这个兰花啊，我们这个，如果你是那个什么玛丽颜料啊，你就不要用花青，好吧？你换一个蓝色试一试，调一下。如果是这个颜料，我看一看啊，看看哪种蓝比较合适，我得试一下。感觉这个再加一点这个花青啊，美蓝，这个叫啥不知道啊。那么它盖儿上啊，其实是有这个颜色的啊，这个叫什么浅葱？是这个吧？难道是白裙？啊，这是白裙，这是紫色，这是浅葱，没有美蓝。我说咋不一样啊？不贵啊，这一盒100多吧，不贵。你如果嫌贵，你可以买这种单盒的啊，单盒的它价格好像不一样，不同的颜色不一样。如果常用的像这种花白绿，你可以买一盒啊。你看我以前都是用这样的，我以前都是买的这种的，我买常用的。这个颜料是我之前在大学人家毕业生啊，带着毕业生走了，离校了，这些东西他都不要，都送给我了。所以我都是捡的这个好几盒这个吉祥颜料，我自己买的呢是这样的啊，自己以前买是这样，看都用了好多了。就是把一些常用的颜色，你可以买一买这种盒装的，一个好像是30左右吧，有的贵一点33、35都有可能啊。最早呢还有将近40的都有。对，我捡的啊，就别人给的嘛。那个碟子，我这些碟子全都是从那带回来的，明白吧？都是捡的。每年到毕业季捡一堆东西啊，学生的东西。去找个附近有没有学校啊？找个学校去捡。好，我们来调这个蓝色啊，调这个蓝色。我先用这个浅葱啊，试一试啊，试一试。这颜色不熟悉啊，所以呢，必须自己也得试一试啊，自己也得试一试。小黄车有啊，小黄车放了一个链接啊，放了个链接，感觉还可以。这个颜色基本上都差不多啊，家户户都差不多，随便买啊。你自己买也行。我调一点这个蓝试一试啊。哎呦，你看看这个蓝，好像比较接近啊，好像比较接近。哎，包括这笔洗啊，都是我捡回来的。现在打包坐飞机运回来，不舍得扔。串色了没有串色呀？正常啊，这串那么一点点颜色啊，很正常啊，没什么没关系啊。
你能保证一点颜色不串，那得每一个都得单独拿一支笔调，对吧？那太难了啊！就这个颜色，这个浅葱这个颜色，我觉得正好，然后呢，再调一点重一点的这个蓝色啊，撞一个色就可以了。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用白色啊，撞一个色。对呀，杭州对，美院。哎，对，邮费都挺贵的啊。然后我从北京回来，我又把那碟子呀，这种瓶罐罐啊，又给运回来，老累了，每回运来运去的。我不在杭州，不在杭州。好，我们再找一个小碟儿啊，调一点这个蓝色，深一点的蓝色啊，我们可以用这个美蓝，这个叫美蓝。哎，这个蓝就好一些，这个蓝颜色深一些。找一支小笔啊，可以找支这个小狼毫啊，小笔，因为到时候是从边缘处啊给它撞入进去。哎，都不用调了，到时候直接调一下就行了啊。来，开始画吧。这就是国画颜料啊，国画颜料。有的还用水彩颜料画呢，这个不重要啊，不重要啊，能画画就行啊，能画画就行嘛。对，每次运来运去，这些其实成本呢就已经升高了，对吧？但没办法，就喜欢运来运去的，就喜欢用熟悉的东西啊。加了一点本蓝啊，其实调着调着成一个花青色了，看到没有？这个深的部分呢，调着调着成一个花青色了。所以啊，还是咱们传统的国画颜料呢，这个画国画还是国画颜料啊，比较准确啊，比较准确。呀，这个颜色好粉呐，还挺好看。那么这个花啊，我们先呢画一朵这个小花瓣，稍微带一点姿态啊，不知道这什么花，像是什么野花之类的啊。也挺好看。哎，那么这边呢就是一个好像是背面啊，类似于背面。那么我用一个比较重的这个蓝色，比较重的蓝色啊，画出它这种翻转的感觉。这边也是。画完之后，撞入一点这个颜色啊，撞入一点这个蓝色，哎，撞一点进来，就上面这个蓝色啊，撞一点到下面来。放大一点啊，放大一点，撞一点进来啊。那么上面呢，也要撞一点这个深色啊，深的这个蓝色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花青啊，接近于花青的这个颜色。那么颜色与颜色之间，哎，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它才能不孤立呀，否则啊，它是一个孤立的这种感觉。那么从边缘处呢，撞一点进来吧。
装一点进来啊，这边呢也是。装一点进来啊，稍稍搅动一下，往里边颜色感觉不够啊，再撞一撞。那再把这个白色，我们也可以稍稍点一点进来啊，白色不要太浓啊，这个白色淡淡的，特别淡。淡淡的从这头点，看从这头往那头去，是吧？这样一个感觉。中间也来一点，好。那么这是这个花啊，这个花。那么底下它有一点偏紫色啊，就是你这个蓝色呢，那笔尖蹭点红啊，蹭一点红，蹭点红之后，直接从下面往上。然后把蓝色撞一下，它就形成了一个紫色的感觉啊。哎，蓝和红加一块就变成紫色了，那么它是这样一个感觉。旁边呢又画一个小花骨朵啊，小花骨朵，一笔，也可以分两半啊，可以分成两半，然后重的色的地方啊，点在这个尖上啊，点在尖上，是吧？好，中间呢它又是偏粉啊，又偏粉。那么我们用我们这个蓝啊笔尖呢，再蹭一点这个紫，啊，蹭一点这个红啊，它偏紫。哎，笔尖轻轻一带，哎呀，小花骨朵非常的灵动啊，水灵，一定要水汪汪的这种感觉啊，别画的干巴巴的啊。再说一遍啊，颜色一定要水汪汪的，别干巴巴的。在老家啊，在老家。去济南，哎呀，不去了，不去了，都不敢乱跑啊。小命重要啊。哎呦，干了不就干巴巴？它干了也不能干巴巴。你看我这片叶子干了之后，你看着干巴巴吗？它照样它水汪汪的感觉，对不对？因为什么？它有深浅变化在里边。你如果是干巴巴的画上去，干了就是干巴巴的啊，呈现出来，明白吧？好，再来。那么其实你看它可以稍微搞一点这种翻转呢，对吧？留个缺口，留个缺口或者补一点白，不是像这样的吗？补一点白进去，我形成有一种翻转的感觉，对不对？当然不用画的特别精细啊，这个呢就不用画特别精细。
让它形成这种对比，形成这种主次对比。不可喧宾夺主。两笔，看到没有？好了，再来调调这个红色，笔尖调一点红色，那么画出来就是一个紫色。红与蓝啊，它碰一块呢，就形成这种紫色。哟，碰到这儿来了。这个底下有点像喇叭花的这种感觉啊，对吧？像小喇叭花这个撞点白进去，浅一点啊，浅一点。那么花瓣的尖儿的地方啊，再来撞一点重色进去。不是镜线的呀。蓝云老师70岁了还在画工，对，我的老师就是啊，我的老师的老师，我不是我的老师啊，70岁了还能画工笔，他就是画工笔的，是一位大家啊，叫苏百军，给老师打个广告啊，花鸟大家啊，全国花鸟大家，以前是中央美院的老师。最早是广州美院的老师，然后调了中央美院了。现在在艺术研究院啊，带这个当博士生导师。好，再添叶子，花呢就这样了，啊，添叶子。虽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吧？虽然是这样啊，但是我还是希望老板能把欠我的还给我呀，毕竟要过年了。对呀，绝对的大家，你搜一下就知道了啊。经过他点拨的人，你想想啊，想想老师这个实力，对吧？虽然我认识他之前，我自我感觉我的这个功夫也还不错，不然呢，人家也看不上你，对吧？这个用比较偏深一些的这个绿色啊，就是这个绿色，我加了一点赭石进去，或者你加一点这个红色进去也行啊，加点这个曙红啊，这个颜色，你看颜色积在上面啊，水汪汪的这种感觉，先积在上面，回头感觉差不多了，够了，你再把它吸走就行了嘛。所以先让它尽量的保持这种通透感啊，通透感。
哎，底下这么下来啊，底下这么下来，好像是盛不下了。这是底下叶子。不知道呢。这个就像牵牛花的这个感觉啊，比较长，长长的啊。这么下来，这个是在后边啊，这个是在这儿。把这些叶子啊加上啊，快速的加上啊，把该堵的空白呀，给它该加的加上，堵住。处理的比较简单啊，像这种叶片画的比较简单。对，我那会儿15年的时候啊，去的在台北做的画展，当时是跟着天津美院的一些老师7、8位啊，跟着天津美院的7、8位老师一起去的。比如有当时的现在的天津美院的中国画学院的院长啊，现在的院长周武生老师，我们是一块儿去的，就比较熟悉。我跟他们班全班同学都很熟悉，因为我认识一位老师啊，就是他的同学，所以呢，后来呢，我跟那个老师关系比较好，然后后来就认识了他，啊，是因为之前签约了一个画廊，画廊呢带我去举办了一个画展，然后把他们都喊上了，一起去旅游了一圈，相当于是。曾经也辉煌过哈。一休老师天津美院毕业的。所以我跟天津美院的这个渊源呢，还是比较深的啊。一个是自身我们系的好多老师也是天津美院毕业的，以前就老天美毕业的了。就还有一些勾一点什么草啊这一类的东西啊。那么这个空里边你可以多加一些叶子也没关系啊，就像这样的空。呀，文强老师这么说过我吗？
谢谢文强老师。人说了啊，我以前想想，我等于说是，我以前是要走这个本身就是一心是走专业道路的，走职业道路的，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老师的他们这个路子啊，一路这么本身是走的好好的嘛，毕业了顺利毕业去学校任教，然后呢从事这个美术教育啊，怪我自己啊，有时候比较感性啊，比较这个冲动了一些啊，我从学校里离开了，然后掉落到某棚来了。这儿还有一朵，其实本来人家都已经跟我规划好了这个路线了啊，但是呢我又没按照那个来，所以辜负了一些老师。这有一朵小小的啊，落一半儿。不过还好嘛，现在这个只要不懒啊，这个社会只要不懒，我觉得都起码现在我是自由的，是吧？还很自由啊，还是比较自由啊。除了课是120节课是有点多，别的倒没啥啊。挺好的了，已经。所以啊，有的同学啊，想学习的同学啊，真没有必要比较来比较去啊，犹犹豫豫的，这个就错过了，对吧？价格不高，但是你错过就错过了啊。希望你们不要跟我一样啊，做一些遗憾的事情。好，差不多啊，差不多。这边呢还能加一些这种紫色的啊，紫色的这种小花骨朵啊，紫色的小花骨朵，在这个上面。稍加一点啊，稍加一点，那么让颜色也丰富起来。不需要特别的清晰，那么把颜色吸走一部分啊，吸走一点，注入一点白色，那么它就不会特别清晰啊，不会特别的清晰。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这个花苞里边啊，这个花也没画，把花给画一下。在咱们的学浪 APP 里边看课啊。我看聊啥？我们的往后余生就学习画画了。挺好啊，可以啊，往后余生学习画画多好一件事。
真的是能够毫无心无旁骛的啊，这么去毫无顾忌的这么去学习画画，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了。我现在就盼着赶紧退休了，等我孩子赶紧长大了，我赶紧退休。退休了我就也能心无旁骛的啊。何以解忧，唯有退休。小花骨朵画的时候呢，随意一点，随意一点。好，再把白色撞入进来。那么这个撞白啊，再强调一遍啊，从花瓣的尖儿的地方撞入进去，你明白吧？不要撞得太满。哎，下手轻点啊，轻点。有同学呢一撞，这个笔里边调的这个白色又多，往那一放一搁，完了咵一下全白了，最后那个花就成了粉色。所以一定要控制好这个白色的一个量啊，笔里边含的这个白色的量一定要控制住，千万别过了啊。稍微加一点点，哎，这很好了吗？啊，很好了。尖的地方啊，可以拿个小毛笔啊，调一点这个红色。可以加一加，对吧？有些地方哎，可以稍稍勾一下，强调一下啊。这个边缘线勾一段，有选择性的勾它一段。好，那么这个效果呢就出来了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缩小一下，是吧？很漂亮了啊，很漂亮了。回头干了之后，小草啊一夹啊，小草一夹，叶片叶脉一勾，草一夹啊，叶脉一勾。好，那么再做一个小小的试验啊，做一个小小的试验。做一个什么试验呢？就是好多同学都问，画蘑菇，我一遍没画好，我第二遍想要加怎么办啊？想要加怎么办啊？一会儿老师带大家把这个石头，那么现在这个石头是吧？干了之后，我感觉有一点浅，我感觉有一点浅。我本来是想干了之后皴的啊，皴擦擦，我现在不想皴擦了，我就还是想用墨骨的方式来画。那么怎么办啊？一会儿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啊，教大家如何修改。因为有的同学那个每次啊，我一看作业我就能看出来，有些是画了2遍，画2遍呢，画出来它效果就不好。那么像这样的，首先要拿清水笔啊，把这个石头啊，首先得打湿啊，拿一支清水笔，干净的笔，哎，沿着这个打湿啊，整体含水量不要过大，不要过大。好，
比如这一块啊，这一块呢，那么我想把它加重怎么办啊？想把它加重一点怎么办呢？我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拿一支清水笔啊，轻轻的给它打湿一点。打湿完了之后，那么我们再加墨，在加墨的一个时候要注意什么啊？注意听了，注意听啊！加墨的时候，我还能从边缘加吗？不行，从边缘加那肯定干了之后有一条明显的这个线，你不可能铺水铺的和这个第一遍这个形成的这个边缘完全吻合，对不对？肯定做不到完全吻合啊。那么我只能是选择加哪？加中间啊，从中间加，对吧？可以选择从中间，那么这么去加。那么因为底下铺水了啊，上下都有水，它可以随意流淌啊，往上往下都可以。你只要保证它不要流淌到边缘，上边的边缘、下面的边缘、左边的边缘、右边的边缘，不要流淌到边缘去即可。那么我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再复画，对不对？这边好像没铺到啊水，明白这个意思吧？那画花同样啊，花呢花瓣啊，把这个花瓣全部铺湿，那么在加色重色的地方，你只往重色的地方加，你就不要让它碰触到边缘，明白吧？那么碰触到边缘呢，它就会形成这种水迹啊，干了之后，那么像这个啊，我只要不碰触到边缘，它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明白吧？你看到没有？它照样啊很温润啊，很温润。干了之后是不留痕迹的，是不留痕迹的，你就看不出二次修复的感觉了。稍稍加重一点啊。那么到下面啊，我也稍微加重一点这些地方啊，我再给它涂上一些。加一加，对吧？这边啊，下面呢是可以不加，可以选择不加。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稍稍演示一下，其实你是完全是可以进行一些皴擦啊，这个石头干了之后进行像这样的皴擦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这些地方可以是进行一些干一些啊，这个我铺水了。像这样的地方啊，可以是进行一些这种皴擦，干笔的皴擦，淡墨，墨色不要太重。干笔的皴擦，对吧？好，那么是这个石头啊，石头呢，给大家演示一下，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来复画啊，这是修改。好，那么下面勾叶片，赶紧勾叶脉啊。调一个，这个墨色不可太重啊，墨色不要太重了，千万不要特别的重啊，千万不要跳脱啊，最后勾出来的这个叶脉啊太跳脱不行，你可以和这个绿色混到一块儿啊，墨色调出这么个颜色来勾都可以，你千万不要太跳跃了，不要用特别重的。今天点评作业啊，看到有的同学勾的叶脉啊，勾的还不错啊，就是上一节末5课画的那个菊花的那一张，因为那个勾叶脉啊放的比较清晰的，让大家看到了过程啊，比较清楚的看到了，所以有的同学勾的还不错，我看到有位同学还表扬他了。先勾重的啊，先勾重的。
啊，要包裹起来，上下这么包裹起来啊。手要稳，有一点钉头鼠尾的这个感觉，明白吧？现在呢，进入到一个画面的最终的一个收拾的环节了。那么这个环节呢，通常啊，内心会比较急躁啊，比较着急，对吧？你感觉重要的东西都画完了，现在是这么一种心情。我感觉啊，我这已经画差不多了，赶紧草草了事啊。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克制住自己啊，往往很多败笔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想法？感觉这个时候是在浪费时间，很多同学是不是？芦苇叶啊也要勾，芦苇叶也要勾，勾一下效果会很好。我说对了吗？有没有同学是这样的啊？比较了解啊，学员心理。哎，这是能体现你这个功力的时候，明白吧？稳稳当当的啊，每一笔都稳稳当当的。一开始千万不要图快啊，除非你熟练了之后，你可以图快。哎，浅叶子的这个叶脉呢，也稍微浅一些啊，稍稍要浅一点，不要太重了，不要都用一个这个。对，花托上有毛刺啊，毛刺虽然一会儿用这个红色，用红色稍微勾一下。
好，浅色的叶脉呢，浅色的叶子啊，我们用这个稍微偏浅一点的这个颜色，稍微加点水，把这个涮一涮，把毛笔涮一涮啊，用这个浅色稍微涮一下，对吧？好。这边这画啊，画完之后啊，看了之后呢，就比较能治愈人啊，有这种治愈能力。这些花花草草啊，包括一些作品，你给它画好了，它是能治愈心情的。看了不着急，很安静啊，内心很平和。有些画你看了之后，感觉特别的躁动，对吧？你看这是用笔啊，这种感觉啊，心平气和的啊，每一笔都心平气和的，不急不躁的啊。这不就是修身养性吗？为什么说画画写字修身养性啊？其实就是通过改变咱们的这种急躁的心情啊，来达到修身养性的啊。就让人慢下来。不说这个，之前不说这个叫什么？生命在于运动啊，长寿在于那个什么静止，对不对？就是要慢下来。一开始，我们这个画画啊，一开始啊，就先得慢下来啊。好，哎，不错啊，不错。再把这个芦苇叶啊，芦苇叶呢，用这个赭石啊，也是用这个淡墨啊，淡墨勾一下。那么芦苇叶勾的时候啊，你可以稍微啊放松一点，就不需要这个线勾的绷的特别直，像画这个叶脉似的，它不需要，可以用这个淡墨，墨色淡一点，因为芦苇叶更浅，对不对？所以这个颜色啊，墨色一定要更淡啊，更淡，特别的淡，水头大一点，不要特别干啊，水头大一点。从中间开始，比如这个芦苇叶子啊，那么从中间开始这一笔，我们先勾中间这一笔，可以粗一点，对吧？那么它是有这种粗细变化啊，行笔的过程当中，可以稍微再加粗一点啊，粗一点，稍微勾一下。那么不需要勾的太多啊，不用勾的太多。哎，勾一笔。那么这个旁边啊，旁边你是可以勾一下的，就沿着它这个边呀。那么可以采用啊，可以采用这种断断续续的勾笔方法，勾线的方法啊，采用这种断断续续啊勾线的方法。大家看一下，你不需要，有的同学说我一笔画不完整啊，你可以采用这种断断续续的，明白吧？
这种感觉。那这种啊，你就是一般就好掌握一些，对吧？哎，断断续续的，虚虚实实。哎，下面也是稍微加一下。那这样勾起来呢，它就没有那么的累，否则你是神经绷得很紧啊，一直绷得特别紧。画完之后啊，它会清晰一些啊，会清晰一些。那么画快一点啊，稍微，你就按照老师的这个方法来。有节奏感啊，有这种停顿节奏感的这种停顿。不要太密集。哎，就是这种效果啊，感觉像那个什么玉米棒的那个叶子哈。这样一勾，它就更精神一点啊。声音大一点，声音没有声音吗？对呀。你看看啊，放大再给大家看一看，是这个大致的一种感觉是什么样啊？就是这样的啊，断断续续的，你看到没有？不需要勾的特别的清晰啊。这个线条要注意，线条干一点啊，毛躁一点，不要太细啊，别太细啊，勾的有一些同学勾的特别的细。线条啊，毛笔要压下去。你看老师毛笔啊，我始终在强调毛笔要摁下去。我们经常讲提按，你毛笔不按下去，你何来提呢？怎么提呢？对不对？你看毛笔要按下去啊，虽然只是个笔尖儿，你也把笔尖儿，主要是要把笔尖儿按下去。笔尖儿按不下去啊，它就没有提起来的空间啊，它始终笔尖儿在滑了，那就是不行。那是很漂浮的线条，很没有力量的线条。哎，可以有节奏性，有节奏的，你看，对吧？可以有点节奏，有节奏感。好，那么主要是这一边啊，这半边的这个线条，这个要画好。中线，哎，然后两边，哎，到这边面积小啊，少加一点啊，少加一点。虚虚实实的啊，断断续续的，你看这种感觉啊，把握住，把握住。
那其实这个上面它其实是一个皮儿啊，这一块呢它其实是一个皮儿啊，是吧？它有一点拧巴，有点这种感觉。可画可不画啊，可画可不画。还以为今天能早点下课，对不对？也得3个点啊。你想一张通常啊，像这样的画，通常都得半天左右啊，就得画半天。半天呢就5、6个点嘛，对吧？通常都得5、6个点，才能够画出一张打动人的啊。最后你看了之后能够触动你的，能够感动你的这么一张画啊，能够让你拍手叫好的，对吧？不是一张随随便便的啊。当时觉得好看完挑一堆毛病。稍微勾一勾，包括这个啊，这线呢要沿着它的外轮廓啊，有这种方折的感觉。好，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啊，内行看门道，对吧？你要看门道啊，你不能光看热闹，不能光凑热闹啊。好，那么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不错了，这个状态已经调整的非常不错了。那么像这种叶子啊，像这种芦苇叶，那么有些地方，哎，我想让它有一些残破啊，或者有一些干枯，那么我调一点赭墨啊，调一点赭墨色，调一点赭墨。你比如说有些地方，我能不能点一点？哎呦，这个蹭到颜色了啊！让它有这种残破感，就像点胎似的啊，有时候像点胎似的啊，这边缘的地方我点一下，哎，它是不是就有了这种残破感了？它会有一些残破的感觉，包括这些地方啊，不需要太多，有选择性的。点一点，喝口水啊。好，你看看，面积不需要太大。你看这块老师画的时候就故意啊让它留了一些缺口，这是就想着等它最后啊要收拾它的时候啊，把这一块加重一点，让它有这种残破感啊，有这种残破感，明白吧？所以这个想要做到极致啊，很多种方法，看你想不想得出来。想做到最完美啊，它有好多需要调整的地方，其实看到吧？是不是啊？稍微加一点呢，稍微加一点，回头石头上啊，稍稍再点一点呢，石头上可以点一些。你看这一块干了之后，是不是融合的非常的好啊？一点都不突兀，对吧？一点不突兀。上面呢可以点一点重的啊，墨色的。
别点多了啊。然后底下该加草的加草啊，该用这个折墨的啊。看见话就迈不通步子是吧？哎，可以，它这个勾了好多这个草小草，点一点，压下去毛笔啊，点一点淡淡的这个赭石啊，丰富一下啊。这一张真的效果啊，画完之后效果非常不错了，很完美。等会儿再把小爪一加，然后再加一点这个花花草草的这个小草，草呢用赭石调淡墨啊，调淡墨。勾的时候不要太乱啊，勾的时候不要太乱。如果你勾不好，宁可不勾，都没关系。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很丰富了，对吧？主要是交叉别乱了啊，交叉别乱了。它是为了增加画面的层次以及丰富性。底下注意一下分组，就不让它乱啊，不让它乱，有高有低啊，有聚有散。好，很好很好啊，非常非常漂亮，不错。老是自夸是吧？很完美很完美啊！你看看现在这个状态啊，这张画的这个精致状态。最后一步了啊，小爪一加，我们来放大一下这只小鸟。小爪一加呀，基本上就完成了，基本上就完成了。哎，我问问题，老师也看完，再问一遍啊！天然雪莲再问一下。太累了，就这样了。花上的毛刺啊，自己可以加一加啊，自行的看着对比着原图，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啊，自己加吧，好不好？10.05了，我把小鸟爪子重点给它画一下。刚才有谁要问问题呢？鸟的下面还有一片叶，哪儿呢？啊，这儿啊，这儿还有一片叶子。你们是真够细的啊！我的没有。好，加上，这好办啊。最后再加，先把爪子画了，不然这个湿乎乎的，我也怕蹭到。爪子先用一个赭石色啊，赭石色。
墨色呢稍微这个干一点的指示，2片呢还有，我一会儿检查一下，好吧？咱们先办重要的事情。哎，调个指示。颜色要深一些啊，颜色要稍微浓一点，这个指示干一点，就不要像这个画芦苇叶子似的啊，水汪汪的，明白吧？画这幅蜀宣表板嘛，我这是个卡纸啊，可以用这个蜀宣表板，蜀宣表板画出来效果也会非常的漂亮啊。咱花蕊还没点，所以呢，咱们得抓紧点时间啊，这些细枝末节的地方啊。回头有空再收拾啊，有空再收拾。你看点了这些点之后，老是点的不重啊，你们千万别点重了。我点的颜色很浅，很淡，你看看，干了之后就比较协调，你别点太重了啊。中锋行笔。底下因为有这个羽毛，腹部的羽毛它会压着一点，所以呢细一些，看到没有？这种细节啊，这种细节的处理。2、4、6日下课啊，上课。2、4、6日。跟你讲啊，你碰到我，你真是碰到一个宝藏男孩了啊！碰到个宝藏男孩了。我当时要离职啊，那是领导千方百计阻拦呐。哎，结果呢，就被坑了。当时别的地方挖我，高薪挖我啊。小爪，看，小指甲，咋回事？当时我就想走嘛，我就看到了存在很多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会有风险，会有问题嘛。然后我就想提前趁着还没出问题的时候，先溜了吧。你没发现有一阵儿这个课我都没怎么上吗？那阵儿真是斗智斗勇的阶段啊！就最后就没溜成嘛，就到了什么一种地步呢？就是他不让你走啊，就不让你走，你就搁这待着啊，这啥也不干，就养着你，你也不能走。特别气人呢，没溜成啊，还损失2月工资。好了，等它干了之后啊，再点这个上面的这个黑色的啊，我们再把这个花蕊啊给它画一下啊。哎呀，花蕊大家调制葛粉没有啊？我不知道大家调没调葛粉，有没有调葛粉？没调，我们今天啊还是用传统的这种方式啊。等下一节课啊，咱们用这个白色，用这个葛粉来调一下藤黄啊，需要藤黄啊。藤黄加或者是猪标啊，藤黄加点，或者我直接拿那个吸管颜料啊，吸管颜料。
看一下鸟啊，看吧。不在啊，但就用这个鹅黄也行啊，都不用调了，直接用鹅黄吧。回头再撞一个白就好了。杆子可勾可不勾啊，可勾可不勾，想勾就勾一下。我不勾了啊，时间原因呢，我就先不勾了。不要调得太浓啊。一个正常水平调的啊，回头再撞一点白。来，那么花蕊要分组，明白吧？花蕊啊，我们通常画的时候啊，它是有规律的，要分组。不大显眼，对吧？哎，就像画牡丹似的啊，跟3笔呢一组，对不对？点个小点儿，然后另外一支笔调白色，白色趁着没干的时候撞入进去白色，你也别撞得太厉害啊，这别最后整成个白蕊了，它怎么也是个黄蕊啊。别白色别调太亮，看是这种感觉。我再放大一点看，放大一点，整个它就是这种感觉的就可以，看到吧？整个就是这种感觉的啊，这个花蕊。注意聚散啊！上次呢教大家我说要3笔一组，3笔一组，那么最后大家画出来一组就是一组，就像插田似的啊，这个一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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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的整整齐齐啊。那么可以有些可以2、3组放一起嘛，比如说这一块啊，比如说这一块，那么它比较多啊，比较多。哎，1笔、2笔，2笔一组也行啊。然后这边我再来一组，这不就有疏密了吗？有的同学就画了，最后我看好几个同学啊，都是画的就是一组一组，摆的特别的散啊，摆的跟插队似的，跟排队似的，特别整齐，那就不行啊。今天没有用葛粉啊，我也没用。如果是葛粉点出来了，干了之后，这个地方是有凹凸感的，明白吧？你手一摸呀，它是凸起来的。啊，这边呢可以直接点成圆的啊，不用带那个弯儿。哎，注意大小。外面呢稍微回来一点，带一点这种勾啊，勾它一下。好看吧？你看这花蕊好看吗？啊，这花蕊是不是特别漂亮啊？再来，注意方向啊，看到没有？注意看啊，一组对吧？我可以2组啊，对不对？有高有低，撞白。哎，就特别漂亮，明白吧？好，那么这一朵花蕊呢，更漂亮啊，更得画的漂亮。
因为它是一个正面的啊，一朵正面的花，那么它是能够看到比较长的啊这种感觉，你看比较长，分组，同时它有包裹性啊，它具有这种包裹的感觉。啊，有这种包裹感，看到没有？这是月季花啊，这是月季花，听着就是来云老师的声音，对的。好，再来注意，那么具有包裹感，这边往那边啊，这边呢就往这边。你看，那么这一组它是互相呼应啊，有这种呼应关系。好，旁边稍微卧倒一点啊，稍微卧倒一点，被里边挡住一些啊，挡住一点，是吧？挡住一点。那么这个上面还有一层啊，上面还有一层。要精致啊，一定要点的非常的精致。那么这边也是，那么这边呢稍微加2笔啊。白色要点的恰到好处啊，不要太白了啊，别点的太白。好，这边啊，这边再回过头来，那3笔一组，3笔一组，这不就是有包裹感吗？对吧？它是有这种垂着的感觉啊，垂着头的感觉，明白吧？所以勾花蕊啊，无论是这个，其实写意啊，好多一些小写意作品啊，这个花蕊都是这样勾的，就像那天给大家看的这个江寒汀的那个作品，对吧？精致啊，就是一个字，精致。你看看这一节课啊，包含的非常多的这种技巧和内容啊，每一个部分它都是有技巧的，有技巧的，不是说只有主要的东西才有技巧，任何每一个地方都是有技巧的。好，回过头来把小鸟处理一下，美翻了是不是？花蕊大小看不清，那大小你能看清吗？那特别小，你看我的毛笔，这个毛笔也特别的，你看拿这个你可能看不出来，你看这个花本身尺幅就不大啊，这个花蕊还看不清啊，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你看看，看这边，颗颗饱满，是不是啊？颗颗饱满。是墨骨对，墨色，把爪子给画一下。娇艳欲滴，形容的很好啊，还是你有学问呢。手别蹭到花蕊了，那没干，我都不敢碰，怕蹭到。那么这个爪子啊，上面这个啊，
毛笔啊，轻轻的往上一落啊，笔尖往上一落。小点儿给它点出来，稍微点一点点，它就比较的醒目，比较醒目啊。那上面有些这个可以加重一点，有些可以加重一点。可以加重一点，那么它就有这种羽毛的这种残破感，是不是啊？有残破感，对不对？啊，知道有一片叶子没画啊，大家都舍不得下课，是不是？一片叶子，好，我给叶子画下来，画出来。你看，就加几笔，它这个感觉就特别明显了，对不对？好，很随意啊，用笔呢要放松，要松动啊，要松动。我再缩小看一看啊，没什么问题了吧？啊，没有问题了吧？这回该画的都画了吧？就等着落个款啊，回头自己落个款。那么像这种墨骨画、工笔画呀，落款不需要落太多，好吧？右边还有一根吗？啊，这边呢？啊，不需要落太多。好多同学写字写很多，写的又大。那么像这种画啊，工笔画、墨骨画写字不需要写太多啊，你先少写一点，你甚至落个寡款都可以，明白吧？盖个小章，章也要盖小的。那么这种章呢，盖个1厘米左右的就可以了，别盖个2.5的那种大章啊。你写意画也盖不了那么大的章，明白吧？好了，那么看看啊，这个好像还没点呢。这个紫花也有啊，这个兰花也有啊。兰花呢，我们也是用这个黄色。那么兰花的黄色啊，稍微要没那么深啊，稍微可以浅一点。你可以把这个白色搅和到一块去啊，调一起，调一个黄色。哎，好了，就可以了啊，不用太在意它。然后这种小刺儿啊，月季花上的小刺儿呢，你可以加一加，可以加一加。不加的话呢，不像月季。加的时候错落一些啊，错落一些。稍微加一点啊。好，就差不多了啊，这张画呢就差不多了。哎呀，多舒服！你看看，画完整个人精气神都爽啊！
晚上又能睡个好觉了。你看看，啊，这个上面还有刺儿啊，这上面还有小毛刺儿。你们不舍得下课，我也不舍得下课，都不舍得睡觉，就想再玩一会儿，再画一会儿，把它做到最完美。好，完美啊！哎呀，买课任务达标了没有？我不知道啊，没看呢。达标了吗？瞅一眼啊。晚上又要熬夜啊？你说剪视频啊？达标了，谢谢大家啊。那么这个咱们这张作品啊，完成度呢也是比较完整了，很好了。现在这个状态呈现的状态已经很不错了。那么这个芦苇杆想勾的呢，可以稍微勾一下啊，稍微勾一下，也是采用老师说的断断续续的这种用笔方式来勾啊，不要勾得太实，千万别勾太实了，因为它整个是一个浅色啊。我就害怕大家勾得特别死死的一个边缘啊，框得紧紧的，那么就特别不舒服。像这个尺寸呢，它也好看啊，这几乎就是个2平尺啊，这就是个2平尺的尺寸。你多画几条，对吧？画个4条、8条这样的，摆家里特别漂亮啊！啊，画个4条、8条这样的，很漂亮，很漂亮啊。好，那么今天截个图，我把它收拾一下，横着截吧。那么下一节课啊是该画什么了啊？小写意了，是不是啊？该画小写意了啊。下周六咱们画这个小写意作品啊。周六晚上，快要放假了啊，快要放假了。对，想要看课的同学，看回放的同学，想跟老师学习的同学，可以点击链接啊，点击链接，看咱们的这个回放。咱们这个课程啊，与其说是个课程，你不如说它是一个什么技法的宝典啊，包含了很多的技法。它每一节课，你看我每一节课都会讲到很多细小的知识点啊，特别细小的知识点都会讲到，对吧？所以其实是非常的值得反复观看的啊，这节课。每一个细小的小鸟的丝毛染色啊，勾线，包括画这些分叉的地方，那么花蕊的点法，对不对？撞色，石头的这种修复啊，这还有几片叶脉没画，对不对？这个叶脉的勾法啊，这种笔法等等这些，都是我不跟你说，你都不注意不到啊，都只是说。只是硬画，就是一笔一笔的画，对不对？那么怎么画很重要啊，怎么画很重要。画大家都会一笔一笔的，对吧？我一笔一笔的画就完了吗？不是这样的啊，怎么画很重要，明白吧？小黄车1号链接啊，小黄车1号链接，120节课永久回放。啊，像这样的，这画多精美！直播间里边现场画，能画成这样的不多啊。说实话，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估计也没有多少能够不打稿，对吧？直接这么画上来就画。半生熟不好画，半生熟不好画，会阴。好了，那么今天的课程啊就到这儿了啊。各位晚安，拜拜。
没有问题，老师这个下课了，下课了，拜拜拜拜。